考场上，女孩的余光捕捉到老师经过的身影后，若有若无的腰肢扭动，随后露出了一抹转瞬即逝的羞涩，嘴角却在低头的刹那勾出了一弯暗藏凶武的笑意。那不是学生面对老师时的敬畏，而是猎手锁定猎物后充满占有欲和挑衅的凝视。他仿佛在无声宣告着，看吧，你逃不掉的。这是一段相差30岁的不伦之恋，也是男人为拯救17岁迷途少女的悲歌。当禁忌的碑文刻上17道年轮，所有的奔赴都变成了向深渊的献祭。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部极具争议的电影《白色婚礼》。故事发生在法国的一个宁静小镇上。17岁的马蒂尔有着超乎同龄人的成熟与孤傲，他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闯入这座小镇的精灵，与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他的眼神中时常流露出一种颓废与迷茫。他在学校里旷课迟到是常态，对学习毫无兴趣。然而这一次，索瓦老师不再选择纵容，他当着所有学生的面将他批评一番后赶出了教室。直到下课，索瓦驱车离开学校后，竟在公交站台的座椅上看到了马蒂尔的身影。此刻的马蒂尔一脸惨白，早些发现他的学生告诉索瓦，他刚才哭着哭着就晕倒了。索瓦并不了解马蒂尔经历过什么，在他的印象里，马蒂尔只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叛逆少女。看到他这副病殃殃的样子，他还是出于担心将马蒂尔送回了家。可进门后，眼前的景象却让索瓦大为震惊。马蒂尔的家毫无生气，衣服和杂物被随意丢弃一地。索瓦想帮他叫医生来，但马蒂尔却一把将电话夺回。女孩的反常态度让索瓦产生疑惑，于是他来到学校的档案室里调查起了马蒂尔的家庭背景。当档案被翻开的那一刻，也揭开了二人扭曲情感纠葛的序幕。原来马蒂尔的父母在巴黎生活，他的父亲是一名精神病医生，却从未尽过照顾女儿的责任。而他的母亲因为失去情人后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隔2个月就要闹一次自杀。更糟糕的是，马蒂尔还有2个哥哥，因为贩毒成为了警察的重点关照对象。如今马蒂尔的档案上多门课程挂科，面临着被勒令退学的危机。一旁的老师看出了索瓦的担心，但也只是冷漠地叮嘱他离马蒂尔远点。但索瓦放心不下独自在家的马蒂尔，一下课便马不停蹄地赶了回去。或许从这一刻起，他就已经不自觉地想要拯救这个被命运摧残的女孩了。索瓦是第一个真正关心马蒂尔的人，他的出现就像一束暖阳，照进了马蒂尔冰封的内心世界。他开始不由自主地好奇索瓦的一切，而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Votre femme, elle fait quoi dans la vie? Elle dirige sa librairie. Elle écrit aussi des articles pour le quotidien régional. Et elle vous aime? Bien sûr. Racontez pas d'histoire, je connais pas mal de couples. 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二人的交谈。电话正是索瓦的妻子打来催他回家的。索瓦告诉妻子自己会晚点回来，让他别担心自己。当晚，索瓦带着马蒂尔来到饭店，试图开导马蒂尔，驱散父母留在他心中的阴霾与恨意。索瓦看出了他的空虚与孤独，提议帮他补课，让他通过学习的方式充实生活，还说只有教养和文凭会长久地帮助你走得更远，过得更舒服。虽然马蒂尔对这样的说辞满眼不屑，却没有拒绝。Je vous aime bien. Parce que vous êtes comme moi. Vous êtes un mec tout seul. Pourquoi vous dites ça? J'ai une femme, des amis, des élèves. Et vous? Vous n'avez pas de petite amie? Me lier à quelqu'un que j'aurais complètement oublié dans 10 ans. Vous êtes quelqu'un de curieux. Il est rare de rencontrer une fille de votre âge aussi désenchantée. J'allais dire lucide. 当索瓦将他送回家，在离别前，马蒂尔亲吻了他。索瓦回到家后已是深夜，家中只留下了一段妻子冰冷的电话录音，说自己还要加班，今晚住旅馆就不回来了。难以隐藏的失落在索瓦脸上浮现，这似乎印证了马蒂尔的猜想，他与妻子的婚姻早已没了激情，常常会因妻子的工作受到冷落，二人的状态更像是搭伙过日子。第二天上课前，马蒂尔承诺会来，索瓦望着他空荡的座位，满心期待与担忧。终于在铃声结束后，教室门被敲响了。 Vous m'excusez, j'étais retenue par le prof de maths. Est-ce que vous m'acceptez? Oui. 在这节哲学课上，索瓦提出了一个关于潜意识的深刻问题，学生们纷纷陷入沉思，教室里一片寂静。这时马蒂尔突然举手发言，他的声音清脆而坚定，
对潜意识的理解也十分独特。Bah, y a des gens qui sont comme prisonniers de leur destinée. Ils rencontrent toujours les mêmes drames, les mêmes amants malheureuses. On a l'impression qu'ils sont le jouet de la fatalité. Bah, pour la psychanalyse, ils sont prisonniers de leur inconscient. 他新颖的观点充满了思辨性，让索瓦眼前一亮。他能够轻松理解那些晦涩难懂的哲学观念，但此刻马蒂尔愿意学习的原动力却是因为索瓦。Non, mais vous pouvez appeler pour me dire. On peut se voir chez moi si vous voulez. Vous me promettez de vous y mettre sérieusement? Pour vous, je veux bien. 更让索瓦坚信马蒂尔天赋异禀的是，在往后与马蒂尔的接触中，索瓦发现了他隐藏在叛逆下的独特光芒。虽然马蒂尔对学校的常规课程并不感冒，但在哲学领域却有着非凡的天赋和敏锐的思维，在英语和数学上也都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水平。很快，索瓦便帮他补完了1学期的课程，化解了退学危机。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二人的相处日益增多，彼此的了解也日益加深。马蒂尔身上那股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独到的感悟，如同春风般悄然吹进了索瓦那颗早已被平淡生活尘封的心。但他也深知这相差30岁的禁忌之恋不符合社会伦理，甚至会违背教师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可他又无法拒绝马蒂尔身上由内迸发的活力与魅力。他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索瓦可以赞叹它的娇嫩，它的生机，它蕴含的无限可能。但当他涌起想要将它摘下来的念头时，这份违背伦理的情感便注定会以悲剧收尾。同样的，索瓦对马蒂尔来说，他沉稳内敛以及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心，都让马蒂尔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尊重。两颗心在不经意间越靠越近，一种微妙而又强烈的情感在他们之间悄然滋生。马蒂尔甚至会向索瓦家座机打去电话。Oui? Je voulais juste te dire bonsoir. Comment tu as eu mon numéro? Je dois l'annuaire. Maintenant, je vais me coucher. Je t'embrasse. 妻子似乎也察觉到了索瓦与他口中这个优秀学生的异常。Je n'ai pas amoureux d'elle. Tu es bête. Promets-moi que ça t'arrivera pas. Tu es bête. Sur ce terrain-là, j'ai même pas besoin de te promettre, j'ai jamais été porté sur les gamines. C'est toi la femme de ma vie. 谎言虽然哄好了妻子，但终究难逃他心里那关。此刻二人的通话愈发频繁，他们的交流也不再局限于学业上。Tu vas bien? Tu as bien dormi? Oui. Tu as besoin de quelque chose? Juste te dire bonjour. Je t'embrasse. À tout de suite. Bon, à tout de suite. 直到这天，索瓦看到一群小混混从马蒂尔家走了出来，嫉妒和愤怒瞬间涌上心头。他冲进马蒂尔家大闹，将所有小混混们用过的东西通通扔出了窗外。但面对他疯癫的行为，马蒂尔非但不生气，反而欣喜地说： T'es jaloux? Je suis contente. Ils ont passé la nuit ici. Te fâche pas, ça arrive souvent. Tu te fiches de moi? 这一刻，二人彼此眼中的情感再也无法抑制，他们跨越了师生之间的界限，热烈地拥吻在了一起，从此陷入了一段禁忌之恋。往后，他们开始频繁的约会，一起划船、赏景，在草地上追逐，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探讨哲学问题，在思想的碰撞中感受着灵魂的契合。可当他回到家后，却发现妻子彻夜未眠，一直在等他回来。妻子询问他：你昨晚都在照顾那个女学生吗？你和她恋爱了吗？索瓦刚想否认，妻子便拿出了一封信件，上面赫然写着索瓦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但即便如此，索瓦依然嘴硬地狡辩着。C'est le coup d'une élève paranoïaque ou de quelqu'un qui m'en veut. 但他却殊不知，这是马蒂尔写来的，只是为了占有索瓦，向妻子宣示主权。马蒂尔对索瓦越爱越深，他们会大胆地在学校里约会。这天，当激情褪去后，马蒂尔终于对索瓦讲出了自己悲惨的经历。在他11岁时，两个哥哥就因为贩毒被抓了进去，他们还曾为了赚钱让马蒂尔出去站街。所以索瓦的出现对于马蒂尔来说就像照亮黑暗的一束光，然而现实却如同一堵冰冷而坚硬的高墙立在二人之间。年纪的巨大差异，索瓦已有的婚姻以及社会既定的道德规范压得他们喘不过来气。索瓦在享受与马蒂尔的爱情的同时，内心也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挣扎之中。他深知自己的行为违背了道德伦理，对妻子充满了愧疚，而妻子也逐渐确定了丈夫出轨的行为，二人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妻子提出二人分开一段时间，让自己冷静的同时，也让索瓦仔细想清楚。妻子离开了这段时间里，索瓦明目张胆地将马蒂尔带回了家。为了让这束光长久地照亮自己，马蒂尔竟想鸠占鹊巢。Flingue ta femme à la porte. C'est pas possible. Alors quitte-la. On vivra chez moi, c'est pas grand, mais on déménagera si tu veux. C'est pas possible. Tu as 17 ans. Je t'aime comme j'ai jamais aimé. C'est toi qui as fait de moi une femme. 马蒂尔对索瓦的爱是热烈而执着的，他无法忍受索瓦在他和妻子之间犹豫不决的态度，但索瓦依然左右为难，内心的挣扎和矛盾愈发激烈。可最终索瓦还是意识到，他无法抛弃多年陪伴的妻子和稳定的生活，去追求一段充满争议且不确定性的爱情，最终还是回归了家庭。然而索瓦的决定如利刃一般，深深地刺痛了马蒂尔的心。马蒂尔无法接受索瓦的背叛，他的爱瞬间化为了强烈的恨，他又变得自甘堕落，重新过上了放荡不羁的生活。他很快地找到了一位新男友，专门在上课时当着索瓦的面和他暧昧。男友还告诉索瓦，现在马蒂尔已经搬去和自己住了，他们会在索瓦的必经之路上尽情地放纵秀恩爱，还会在教室里只剩下索瓦一人批阅试卷时发出刺耳的动静，故意让索瓦看到这不忍直视的一幕。Qui c'est celui-là? Putain. 与此同时，马蒂尔对索瓦妻子的报复也变本加厉，他会在深夜打去骚扰电话，搞得夫妻二人无法休息。Qui est-ce? 还会在索瓦不在时打电话辱骂他的妻子，给妻子寄去恐吓信。面对马蒂尔无休止的纠缠，索瓦终于无法招架了。Flanque-la à la porte. Ou change-la de classe. 就在这时，刺耳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是索瓦的妻子打来的。她说发生了很严重的事儿，让索瓦马上过去。原来又是马蒂尔叫来小混混去砸碎了妻子店铺的玻璃，并在窗户上画下了对他人身攻击的涂鸦。更过分的是，他竟想将索瓦的妻子杀死。 Ce n'est pas tout. Quand j'ai pris la voiture tout à l'heure, quelqu'un m'est rentré dedans avec sa camionnette. On aurait dit qu'il m'attendait. Quand d'un coup ne suffisait pas, il a reculé à nouveau pour me rentrer dedans. J'ai cru qu'il allait me tuer. 妻子生活在恐惧与痛苦的阴影中，精神几乎崩溃，原本平静的生活彻底被摧毁。马蒂尔的行为触及到了索瓦的底线，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马蒂尔强行拉进了一间空教室。索瓦怒不可遏地甩了马蒂尔2巴掌，但马蒂尔非但不生气，反而深情地说着我爱你，随后就如一只受伤的鸟儿一般依偎进了索瓦怀里，亲吻他的脸颊。他们内心深处压抑的爱意再次被点燃，可这一幕却被前来教室取东西的同学撞见。 Les mecs, y'a un prof qui baisse une meuf toute nue! 顿时窗外响起一片雷鸣般的嘲笑声，消息就如同野火一般迅速传遍了整个学校。这段不伦之恋被曝光后，索瓦受到了学校严厉的处罚，被派往了其他城市任教。他的婚姻也彻底破裂，妻子无法原谅他的背叛，最终选择离开了他。而马蒂尔也失去了爱情和尊严，再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直到1年后，索瓦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得知了马蒂尔死亡的讯息，而马蒂尔自杀的位置就在他新住所旁的一间昏暗小屋里。在距离索瓦最近的地方，马蒂尔结束了自己年轻又充满悲剧色彩的生命。他静静地躺在床上，面色苍白如纸，仿佛一个沉睡的天使。房东说他2个月前租下了这里，他从来不出门，也不见任何人，就像个隐士一样的活着。他每天只会一直坐在窗边看着窗外，就连食物也只靠房东供给。当索瓦朝着窗户走过去后，却看到了让他不可置信的一幕。这扇窗刚好对向索瓦上课的教室讲台的位置。马蒂尔离开前在墙壁上用鲜血写下遗言：索瓦，这里就是海洋。这句遗言充满了无尽的悲伤和绝望，在电影中还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马蒂尔的母亲在自杀未遂醒来后曾说过，她感觉自己置身于大海之中。对于心如死灰的母亲来说，海意味着解脱，而马蒂尔在遗言中提到海，或许意味着他认为死亡是自己摆脱痛苦获得解脱的唯一方式。他曾经如此热烈地追求爱情，为了爱情不惜一切代价，但最终却在爱情的漩涡中迷失了自己，走向了毁灭。
白色婚礼所展现的不仅仅是一段禁忌之恋，更像是对人性、道德、自由等诸多哲学问题的深刻探讨。索瓦在爱情与道德责任间苦苦挣扎，他渴望爱情的美好与激情，却无法摆脱社会规训的束缚和内心的愧疚。而马蒂尔在追求爱情的自由与社会传统观念之间冲突不断，他勇敢的追求却遭到了社会的唾弃和排斥，被视为道德败坏的异类。或许爱情本就是造物主遗落的谜语，两颗心在暮色里撞出星火，以为能捂热彼此生命中的所有寒夜，却在年轮的褶皱间长成了背向而生的树。谢谢你又陪我看完一部好电影，我们下期再见。